Hello，大家好，我是维克，欢迎来到这集的节目。那么这场道奇对上巨人队的比赛是由大谷翔平担任先发投手。那么这个也是他就是从 WBC 回来之后的第一场先发。那他同时也预计在下周对上天使的3连战里面呢，他会再有一次的这个登板机会。那如果有确定是哪一场比赛的话呢，也会再通知大家。那么今天这场的话，这个巨人队的打线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被道奇给压制住了。他们全场呢就有敲出4支的一个安打，得到了1分。那反观道奇这边呢，从第一局就建立了攻势，连续3支的安打得到1分。那么随后 Teoscar 呢又再补上1分，然后到了第3局，Freeman 面对这颗偏低的曲球展开了攻势。真的好久没有看到 Freeman 这种捞起来有点像是这个打高尔夫球一样的这种挥棒了。那击球出速呢达到104迈，仰角31度，那也刚好过了墙形成他这次春训的第一发全垒打，那也帮这场比赛定了调。那最终呢5-1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另外今天内野基本上来说可以是全员到齐 ，Freeman、Rojas、Bates 跟 Muncy 都是主力阵容。小金的话呢，今天去替补守中外野了。那我觉得有这些阵容在就是安心啦。相较于去年外野稍微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内野真的是稳到一个不行。也帮助球队呢在很多关键的时刻呢都守住了比分。那虽然是有一些这个高龄化的因素存在，那不过我觉得经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特别是在季后赛的时候呢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道奇的农场呢，我想也不需要担心一直都是联盟的顶尖因此我觉得即便是高龄化的问题会存在但后续呢依旧还是会有很多更优秀的球员呢能够顶上来。好，那么回到这场比赛的焦点，也就是大谷翔平，他今天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说到这场比赛他感觉就只是像在做实战打击练习 Left BP 的一个延伸。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夸张的这个家伙呢，把大联盟等级的比赛当作是练习赛来投，真的是有够夸张。今年他不角逐赛扬奖，真的是说不过去。那大谷今天主投4.1局，没有失分，只被敲出了1支安打，送出了4次的三振，以及2次的保送。他总共投了61颗球，其中34颗呢是好球，最快的球速呢来到99.9迈。今天全场最快的5颗球呢都是由道奇包办的，而大谷一人呢就包办了4颗。那这场对他来说只是打击练习赛延伸的比赛呢，他就已经飙这么快了，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那么回顾他2025年例行赛的一个数据当时他主投47局，防御率是2.87。那在去年例行赛，他也是中后半段跳上来投，但不过就今天这场看起来，他的手臂不但已经完全回到例行赛的一个水准了，那体力条呢也达到60球以上。所以在赛后总教练 Roberts 也很满意的说到，就他现在的状况比去年开季的时候好太多了。那么从数据上面来看呢，确实是好太多了，甚至还不止好了非常多。那么以下呢是我整理的几点我觉得他在今天这场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观察重点。那首先是他的四缝线速球，他的球速呢直逼100英里在这种高温的沙漠里面，大谷的四缝线速球呢可以直接飙到99.9，就如同刚刚提到了，是今天全场的第2快。那他今天这颗四缝线速球使用的比例呢是31%，总共丢了19颗平均的均速呢都在97.6左右。那么虽然去年的均速是98.4，然后就是有稍微降一点点，然后转速呢是2400转，那也比去年呢稍微下降了67转左右。但不过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手指拨球的一个细腻的这个手感慢慢的还在微调当中，我觉得也是这个理所当然的。那我觉得就像大谷自己说的嘛，他把这场比赛当作是 Live BP 的一个延伸在投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看起来他的状况呢是好极了所以手臂的健康程度呢，我觉得也是不需要再担心的。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是他的指叉球我觉得这也是今天算是蛮惊奇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要知道他去年的指叉球整体的使用率只有5%左右，就是并不是太常使用啦。那去年比较多的呢是他的四缝线跟 sweeper 两者交替使用。那去年这2颗球种的使用率加起来就已经高达60% 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或许今天这场呢是这个教练给他的功课也说不定就是要他多去练习指叉球之类的。那他今天这场指叉球呢总共丢了13颗，那使用的比例呢高达21%，均速呢落在86.6虽然比去年的90.3慢了一点，但是引诱性非常好，对手出棒的挥空率呢高达50%。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转速他今天这场的指叉球平均转速呢只有1335转，比他去年的平均转速呢大幅下降了173转。那么对于指叉球这种球种来说，转速越低越好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呢去消除马格努效应让球像自由落体一样的下坠那今天这场确实他的指叉球的下坠幅度呢也比去年多了1英寸，
同时横向的位移呢也只有10英寸，哦，比去年呢还少了3寸。那这代表就是说这颗球啊变得更直、更下沉，少了往两侧乱跑的一个轨迹，下坠感更纯粹，也更能够有效的去引诱打者出棒。那不过这颗球啊，今天也是有被敲出全场最高的击球出速，来到106.8迈。那虽然是被我们的 Rojas 给精彩拦下之后，稳稳传给一垒的 Freeman 完成4杀出局，哦，有惊无险。但不过他的这个指叉球可能啊，就还是在测试的一个阶段，因为去年这颗球他只不过也使用了5%，那今天这场突然拉高到21%，所以我在想，确实有可能是这个投手教练那边有想要测试点什么东西哦，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小状况是还可以接受的啦，而且好在我们的内也很稳，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第三个亮点呢，则是他的曲球，他今天这场的曲球真的是太会跑了，可以用销魂这2个字来形容呢，我觉得都不为过哦。虽然说丢了不多啦，但这颗曲球真的是他今天这场化解危机的一个好朋友。他今天这场的曲球呢，垂直掉落幅度呢是夸张的61英寸，比他去年还要再多下坠了整整3英寸。那我听主播在播报这颗球的时候，他形容到这颗球啊，打者眼睛在看的时候呢，好像是在肩膀的高度，但他要挥的时候啊，却跑到膝盖以下的高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比赛或是有看 highlight 的话，你们在画面上面看起来，这颗球是一个完美到不行的一个轨迹。哦，那他这场呢，虽然只有少少投了7颗曲球了，但不过这7颗曲球里面，其中4颗打者呢是完全站着看球进垒的，好，一点办法都没有哦，外加还有一次挥棒落空，他的 zone swing 呢只有20%，哦，这代表就是说巨人队的打者有高达80%的几率面对这颗曲球啊，是连挥棒都不敢挥。那特别是大谷在第3局遇到乱流的时候，他连续投出触身球与保送。面对一出局1、2垒有人的巨大危机的时候，那他赶紧改变了这个配球的模式，在第3局曲球的使用比例呢瞬间拉高，将下一棒的 Patrick Bailey 呢直接站着3振，随后呢再让 Mike Trout 打出滚地球出局，好，完美的安全下庄。好，所以总结来说，他今天这场比赛球速没有问题，控球呢也在水准之上。好，另外球种的分布也可以看得出来，有在他去年的水准以上，甚至更好。哦，所以投手版的大谷翔平看起来呢，已经准备好面对新的赛季了。哦，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可以看看在对上天使队的时候，他的配球是否也会跟今天这场一样，是专注在指叉球上面的调整吗？还是说，又回到了其他球种也说不定。另外，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多去观察一下，就是他开季过后的一个配球状况，是不是真的有把指叉球这个球种的使用比例给拉高。还是说只是在春训去训练一下手感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他今年嘛是在道奇的首度2刀流所以或许他整体的配球呢也是要考量一些他在体力呀或是打击状况上面呢去做一些调整也说不定。那接下来道奇呢明天是休兵1天，那接着呢就要对上世仇教士队了，而且是有3本有声先发。山本在这届 WBC 的投球呢，之前又有做一些分析，其实就只剩下控球的状况了。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观察看看因为基本上前面几场看下来，球速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控球再调整一下我想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那大家也记得要锁定哦。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我是维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